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10月底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也刚刚过了。感觉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秋天最低气温直接从20多度嗖的一下降到了个位数，特别是东北地区最低气温甚至大都降到了0下。而在这样的温度下，下面的几种花草应该及时进行控水断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本期内容我们分享一下霜降以后需要控水断水的花卉。1. 沙漠玫瑰。沙漠玫瑰是最典型的喜暖怕寒的花，只要气温低于10摄氏度，它的生长状态就会逐渐停止，从而进入半休眠的状态。这时候它对外界水分和营养的吸收能力几近于无。此时如果还按照往常一样给它浇水的话，它不但吸收不了，反而还特别容易因为积水而导致烂根。而在温度到了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，盆土中排不掉的水分如果结冰，更是直接连累沙漠玫瑰一起冻伤。所以此时的沙漠玫瑰建议直接断水吧，它的大肚子里面储存的备用水足够它撑过一个冬天，所以我们丝毫不用担心它会缺水。而如果实在担心，可以等到每次盆土干透以后，找个晴朗温暖的中午，稍微浇一点水，浇完之后多通风晒太阳，好让水分快点挥发。等到下午4点钟之前，一定要及时搬回室内保暖，以避免夜里被冻伤。2. 玉树。玉树同样是喜欢温暖且阳光充足的环境，在平时养护的时候就不能给它浇水太频繁，而过了霜降之后，就更应该严格控水甚至断水了。因为本身玉树的茎叶中就储存着大量水分营养，非常耐旱，而它的根系确实十分细弱，稍稍水多就会烂根，特别是天冷的时候，浇水更是必烂无疑。而且只是烂根还不够，还要烂茎掉叶子，最后连光杆都不完整。不管是玉树还是它的变种，如西财树、黄金花月等，霜降之后都要及时保暖，并且直接断水，叶子别点就别点，总比死了强。3. 虎皮兰。虎皮兰也是肉质茎叶，而且它的叶片外表覆盖着一层蜡质，本身的水分很难流失，所以它本身就非常不喜水，而它更是比较怕冷，温度低于13摄氏度之后就会停止生长。这时候再浇水的话，它不但烂根还会向上蔓延，连茎叶都化水，而且这种黏糊糊的绿水还有传染性，最终一盆虎皮兰都会因此一命呜呼。所以虎皮兰在霜降之后同样需要断水，才能保证安全度过冬天。4. 麒麟掌。麒麟掌是肉质茎干，叶片则比较薄，在霜降后气温逐渐下降的情况下，麒麟掌的叶片可能会逐渐枯黄掉落，当然如果在室内保暖的话，它是不会掉的。当麒麟掌掉叶子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以为它是缺水而给它浇水，否则一浇就烂茎，神仙也难救。正确做法就是直接断水，并及时把它转移到光照充足且温暖的地方，等到明年开春天气回暖之后，一瓢水它的叶子就又长出来了。5. 鸭脚木。鸭脚木与前面4种肉质植物不大一样，它的茎叶相对普通，平时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耐旱，而且非常喜欢潮湿的空气，但是它同样是非常怕冷。如果霜降之后还像之前那样浇水的话，鸭脚木会因为湿冷交加而黑叶并掉落，变成光杆。如果仍旧不及时改正的话，它接下来就是烂根，直至全株死亡。所以霜降之后一定要把鸭脚木放在温暖的地方，并且严格控水，什么时候盆土干燥之后，再找个温暖晴朗的中午补水。6. 琴叶榕。很多花友觉得琴叶榕难养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特别喜暖怕寒，只要温度低于15摄氏度，它就开始逐渐进入休眠状态，这时候是它最脆弱的阶段，叶片可能一碰就会掉，甚至变成光杆。但是这时候它还是活着的，千万不要看到掉叶子就以为它是缺水而去给它浇水，这样的话才真是无药可救了。北方地区的花友养琴叶榕，最好在霜降之后把它转移到温暖的阳光房里面，尽量不要乱碰，
更不要没事就浇水，因为本身它的盆土太多，我们经常敲敲花盆的外壁，等听到敲击的声音明显清脆之后，再选择晴朗温暖的中午浇水。7. 发财树。很多朋友养不活发财树的原因，也是因为浇水太多，最终导致了烂根。而发财树本身又非常怕冷，如果霜降过后还给它浇水太多的话，发财树就会遭受冷和湿的双重加工，更是特别容易烂根掉叶子。等到最终连那根粗树干也干瘪的时候，发财树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。所以说，霜降之后，在给发财树保暖的同时要控水，什么时候盆土干透了才能再补水。8. 绿萝。我们在冬天的时候经常会发现，本来生机勃勃的绿萝叶片萎蔫耷拉，有的时候叶子还会越来越黄，甚至一碰就掉。这时候如果扒拉一下盆土，10之7、8的盆土都是湿漉漉的，这肯定就是浇水太多的原因。我们从花市上购买的绿萝盆土大都是椰糠，本来就极易吸水，冬天温度低的情况下就挥发不掉，最终的结果就是绿萝烂根黄叶甚至死亡了。所以霜降之后，绿萝也需要严格控水，更要注意千万别把平时喝剩的水随手浇灌，这样的残茶水才是最致命的。总结，以上的8种花，不管是形态还是习性都各不相同，但是过了霜降之后，都需要在保暖的同时给它们严格控水，甚至断水，否则的话很容易烂根烂茎，叶片掉光，最终没救了。一定要记住哦。霜降后的花卉浇水，你学会了吗？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花卉和多肉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养护经验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